凉风有信，却无边。我是你顶亲亲的菜牛呀。今天要说的就是魔舞娘的同居日常最后一期，请观众老爷们且看且珍惜吧。没有看过前面剧情呢，可以去回顾一下哦。之前有说过，阿来收到了恐吓信，并捡到了死亡猎人阿杜。这个无头门卫表示他即将去世，众魔舞娘一脸懵逼。What？不要啊！阿来死了，我们怎么办啊？为了控制住阿杜，爪爪直接用丝线将他给束缚了起来。帕比也愤而直起，抓起阿来飞向天际，远离这个是非之地。突如其来的腾空可把阿来吓了一跳，他一顿折腾，害得帕比抓不牢靠，砰的一下往下掉。眼瞅着阿来要落地成盒了，死亡预言即将成真，小软妹子及时出现，用自己的身体接住了他。阿来变成这副惨样，让魔舞娘们更害怕了。珊珊连马鞍都准备好了，就准备带着阿来逃生了。一路上她不断的畅想未来的二人世界有多美好，生生把逃亡变成了私奔。女生的脑洞一旦大起来，果然是很可怕。珊珊从幻想中醒来，才后知后觉的注意到，阿来早已经被吊在了马后。如此看来，这个男人真的是离死不远了呀。阿来状况越惨，阿杜跟得越紧，时刻让他感受什么叫命悬一线。接着危急时刻，美雪赶紧接了下一棒，带着阿来逃到了水中。此时的他虐恋脑上头，提出了一个羞耻的请求：阿来桑，请问在你死前，我能和你留下爱的羁绊吗？羁绊的名字叫遗父子。为了变成虐恋主角，美雪竟甘当单身母亲，这变态想法我是万万没有想到的。她甚至把阿来带到了水下，只为进行爱的啪啪。幸好小米出现了，否则阿来真的要窒息而亡了。小米还在思考究竟如何才能不帮倒忙，下一刻他就被蜘蛛丝给缠住了。咦，爪爪怎么和阿杜混在一起了呢？难道他是内鬼？原来呀，爪爪发现无论怎么做，阿来都逃脱不了死亡。既然事实如此，还不如一步到位，给他来个痛快。小米哪能恶意啊？他可是阿来的头等脑残粉，哪能坐视不管放任人死呢？生要在一起，死也要在一起。阿来听了这番话，那真是满心的感动。他站了起来，下定决心，只要这次没死，就会和小米结婚。立下死亡弗拉格的阿来勇敢地迈出了步伐，街上的车撞向了他，结果他居然毫发无损。车不过是个玩具，这究竟是咋回事呢？死亡猎人不是说阿来的死期将至吗？在协调员的解释下，我们才知道阿杜并不是死神，他找上阿来也只是好奇，为啥阿来每次遇见危险、替人受伤，还都能死里逃生。在协调员的安排下，阿杜也成了寄宿家庭的一员，在这里正式落户。当然了，聪明如我早就猜到结局如此了。妹子多了，阿来的愁绪也增加了，因为阿杜的到来让本就贫穷的家庭更加的雪上加霜，财政直接宣布赤字了，冰箱里仅有的存粮还被小米做成了黑暗料理。说到小米，阿来你这个大猪蹄子不是说活着就结婚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忘了？男人。我们说回故事，更让阿来难过的是，超市居然今天也歇业了，他只能选择逛市场。在这里，魔舞娘们各展神威，美雪靠美王姿态刷到了鱼贩子的好感度，珊珊靠自己的朴实无华获得了菜贩子的蔬菜捐助，帕比也靠带着小孩飞得到了鸡蛋等等食材，这操作就很强了呀，我们真是羡慕不来呀。小阮也了解到了阿来的难处，用自己做人的手段纠缠树妖妹子，阿来因此获得了森林里植物蔬菜的摘取权，只能说术业有专攻吧。当晚，阿来就用这些食材为大家带来了丰富的晚餐，本来他的心情已经多云转晴了，但是协调员和小队的到来以及蹭吃蹭喝的行为让他原地痛哭出声，真惨的鸦皮。老话说得好，好人一生平安，付出终将迎来回报。协调员接下来的话让阿来感受到了春天的温暖，伙食费可以报销哦。到这里，伙食费引发的财政赤字的问题才算是彻底的解决了，而阿来也靠着爱的供养，让每个魔舞娘逐渐发胖，体检个个不达标。在协调员的建议下，大家只好前往健身馆，投身强身健体的队伍中。健身馆的郎小妹非常积极的接待客人，可惜这里多数的器材魔舞娘都用不了。举个例子，用跑步机吧，小米和美雪没腿不能跑；练哑铃吧，帕比没有手举不起来。郎小妹没有办法，只能带他们去练瑜伽。没想到画面更加尴尬，有腿不会打弯的，有身体柔软到家的，有腿多到打结的，这样下去没得办法。郎小妹就继续带他们去换项目，向游泳馆里进发。单纯如阿来怎么都没想到，原来妹子们到一起就会进行各种虎狼对话，听得隔壁的他面红耳赤。随后就到了游泳池，小米和美雪这对冤家为了争夺阿来的宠爱，再次针锋相对了起来，甚至还进行了游泳比赛，谁赢谁就能向阿来提一个要求。喂，有人问过阿来的意见吗？最后两个人比得一溜八开了，却还是双方失败了，一个因为水冷变得僵硬，一个因为水里的消毒剂头昏脑胀。阿来针对他们俩的行为进行了一番发言，运动是为了健康，而不是用来争抢的，你们要时刻记得友谊第一，比赛第二。很有班主任的风范了。由于运动量太大，魔舞娘们都饥肠辘辘的，而他们后面的行为正是应了那句话，只有吃饱了才有力气减肥呀。可以看得出来，在阿来的照顾之下，每个人都过得很开心。但是坏事也悄然而至，这天爪爪收到了一封来信，他刚看完，脸色就阴沉了下来，还把信给扔了。
妹子们不明所以，还是小阮翻了垃圾桶，大家才知道，曾经遗弃爪爪的寄宿家庭居然吃回头草，想要把她带回家，怪不得爪爪会不开心呢。很快，全家庭的莲花就来了。珊珊想到莲花家是为了钱才把爪爪转让出来的，就气不打一处来，决定和姐妹们合作，考验一下莲花，看她是否真的能重新接受爪爪。第一步就是吃小米的黑暗料理，莲花的确很坚定，即使被熏晕了，都能进行多次尝试。当食物不小心打翻了，第二个测试也接踵而至了，那就是小阮的吸嘬大法。此过程我们略，反正是莲花通过了。珊珊看他这么强，就直接给他升级到了终极考验，问你们当初为什么要放弃养爪爪呀？话题到了这儿，莲花也不得不回忆起来，那时爪爪刚到家里，却因为梯子倒塌不小心抓到了莲花，莲花的爸妈也因此转让了寄宿权。如今的他想要靠自己的努力重新获得养爪爪的机会，然而谁都没有料到，爪爪竟然连反抗都没有反抗，就签下了回归协议。而现在回归协议就只差阿来的签名了。说曹操，曹操到，阿来回家了。他一边听莲花的解释，一边给女生们分发咖啡，一看就是老舔狗了，谁爱喝啥都记得一清二楚。不过啊，阿来的舔狗技能并不是无差别攻击，因为他拒绝了莲花的提议，不打算把爪爪交还回去。莲花被怼以后就转身回家，痛定思痛。爪爪听完则开心的不行，再加上蜘蛛和咖啡会变醉，所以他表现得更激动了，整个房间都被他吐满了蛛丝。毕竟没有什么事情比自己被人保护更值得高兴啦。爪爪表达完爱意之后，就沉沉的睡过去了。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，喜欢前女友的别忘了那3点：点击右上角的关注订阅，点点小铃铛第一时间收看我，还有就是点赞投币给我一个支持哦。疫情期间大家注意身体健康，那么我们下期再见吧，老子爱你。